如果老板出国前把300万交给你管理，几年后回来他问成果呢，你会怎么回答？我帮你安全保管，埋在地里，1毛没少。听起来很保守，对吧？但耶稣今天讲的故事里，这种安全牌被骂得最惨。耶稣说，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交给他们。关键3件事： 1. 主人要离开； 2. 把家业交托； 3. 之后会回来。这和前面警醒主题连在一起，主暂时不在，但一定回来。问题不是他会不会回来，而是他回来时你在做什么。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各按着个人的才干。才干原文是 talent， 当时是一种重量单位，约等于20年工资。注意，主人不是乱分，是按能力，这里没有不公平，只有不同责任。神给每个人的资源不同，时间、机会、能力、关系、属灵恩赐，比较不是重点，中心才是。拿5000的随即去做买卖，拿2000的也照样，但拿1000的去挖洞。关键在随即，前2个立刻行动，第3个立刻躲避。信仰里最大的风险不是失败，是什么都不做。耶稣说，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过了许久，又一次延迟，但延迟不代表取消，算账不是冷酷，是责任。5000变5000，2000变2000，主人说同一句话：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注意，评价不是你赚多少，是忠心。2倍5000和2倍2000，称赞一样，神看重的不是产量，是态度。然后一句极美的话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终点不是奖金，是关系。第3个仆人说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我就害怕。这段很震撼。问题不是能力，是对主人的错误认识。他认为主人苛刻、冷酷，错误的神观产生错误的行动。恐惧让他冻结，他自认为安全，主人却称他又饿又懒，不是因为亏本，是因为没行动。主人说，既然你觉得我严厉，你更应该去银行生利息。意思是你连最低限度都没做，不作为也是一种选择。那1000被夺去，给那有10千的。耶稣说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这句话听起来残酷，但意思是回应恩典的人会经历更多恩典，拒绝责任的人会失去机会。最后那句丢在外面黑暗里，这不是职场解雇，是属灵审判语言。这比喻不是在讲理财，是在讲托付。神给你的生命不是让你保管，是让你运用。买起来看似安全，其实是浪费。你的1000也许不多，但埋没了就永远是1000。今天很多人说，我没什么恩赐，我只是普通人，但耶稣没有给0，每个人都有1000，也许是一句鼓励，一次服侍，一份专业，一段时间。你可以投资在永恒，或埋在地里。最令人震惊的是，第3个仆人没有犯大罪，没有背叛，没有挥霍，只是没有行动。属灵生命最大的危机，不是跌倒，是停滞。主人远行，仆人各有托付，时间会过去，主人会回来。他不是问你有没有成为别人，他问你有没有忠心做你。天国不是避风港，是投资场。问题不是你有多少，而是你正在投资还是在挖洞。